早上好，新的一天开始啦！今天呢，我们要去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等一下跟大家说，先去找一个早餐。今天一早呢，老吴同志就说要带我去吃一家他早就收藏好的早餐店，让我只管闭眼跟他走。我心想说，今天总能当回甩手掌柜了，赶紧麻溜的跟着人家吧。给大家看一下，我们去找早餐的路上，拐进了一条很有趣的小巷子，后面都是楼。哇，我听到热闹的声音了！爬上这个台阶会有什么呢？哇，这是个市场啊！我们不进去了，今天。让我们继续上台阶。你好，遇到一只小猫咪。因为我们平常都住在北京嘛，脑子里的地图都是方格子，靠导航就从没失手过。结果这个早晨，好家伙，明明显示那个店离我们只有200米的距离，我感觉我都快走出地球了。我就知道，但我走到了一个死胡同。你确定你要相信导航？我们又原路返回了，因为这个家伙找不到路。我们刚才跟着导航走进了一个死胡同。是不是在市场里？总不会在车库里嘛？我们现在已经出发了，但是呢，我们没有吃到早餐，因为我们走了大约1个小时的路，都没有找到那个早餐藏在居民楼里面的王娘娘的糯米团到底在哪里，所以我们实在是时间赶不及了，要去办今天的事情，所以我们就直接开车出发了。然后重庆的导航在我们开了20分钟以后，又把我们引回了原本的路上，因为一个左转弯的错误，对不对？司机师傅。对，太棒了，太妙了，非常棒。看我们今天的旅程还会有哪些更有趣的事情，我们2个一早上已经晕了。其实我们这趟来重庆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主题，就是寻亲。我的先生老吴同学嘛，他出生在台湾，但是他的外公呢是地地道道的重庆童男人。当年外公就带着外婆远赴台湾了，可能他们也没想到吧，家怎么就突然变得这么远了，远到他们后半辈子都没再回去过。所以早在几年前呢，我婆婆还有她的4个姐姐就开始了一场很漫长的寻找。她们通过各种方式努力的寻找那些还留在潼南老家的亲人，找了很久之后终于联系上了那边的亲戚。后来我婆婆还有她的4个姐妹就一起从台湾飞了一次潼南，那是她们第一次真正的踏上祖辈的土地。他们给我们的曾外公修了墓碑，也和潼南的亲戚见了面，完成了那一代人心里最大的牵挂。以前呢，我婆婆总是给我们俩讲起这段往事，讲她找到亲人的激动，回到故土的感慨。但挺遗憾的是，我们2个从来没有亲眼去看过，所以这次回来也是我们计划了很久很久的愿望。老吴同志他提前联系上了现在还生活在潼南的大姐夫，我托大姐夫带着我们俩去找一找曾外公的墓碑，祭拜一下曾外公。我们现在看到大姐夫了，那边的都是大姐夫。现在我们去买祭奠要用的物品。作为去到台湾的第3代嘛，就老吴同志他其实心里一直有一个结。他曾经跟我说过，现在我们的妈妈还有阿姨们还都记得外公的老家在哪儿，还认识我们潼南的亲人。但如果等有一天他们都老了，那我们这些第3代再不主动去找，不去记的话，可能未来我们的孩子就真的不知道潼南这2个字意味着什么了。他就怕那条连着两岸的线别就这么断了。回老家了。
现在还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。所以他就总觉得自己有一种责任，或者说是一种使命感。他就不想只做一个听故事的人，他想做那个把加速碎片拼起来的人。他希望哪怕我们不生活在潼南，那未来我们的孩子呀，我们的第4代也可以记得说，在重庆潼南有我们的亲人，在那片土地上，有着还长眠着爸爸妈妈的曾外公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次我们非常非常非常想要回来的原因。你上次也是第一回。对。前面就是曾外公的墓碑啦，整个祭奠过程就不给大家看了。顺利结束潼南的行程啦，回来的时候可能2个人心里都有点感慨，没啥话好说。现在回酒店接爸妈和团子，来跟爸妈还有团子集合，一起吃饭喽。今天晚上我们预定了7点半的2江夜游，所以早早就来到了朝天门码头附近的来福士，随便大众点评找了一家餐厅，叫3生3味，没想到还不错哟。开动，蒜泥白肉，地道的哦。好吃，这个好吃的，而且要连那个肥肉一起吃，非常好吃。里面包了那个黄瓜，很清爽。这个叫做什么肠啊？跳水鸭肠。跳水鸭肠。鸭肠没有很长，让我们尝一下。好吃很脆。来了重庆，我才发现这里的菜虽然辣，但居然很少放花椒，入口是爽快的辣味，但不会让你的嘴唇失去知觉。对于我们这种不太能吃麻的人来说，简直太友好啦！哦，这道菜真的没有吃过，这道菜看上去很厉害哦。你一切开，这个香气就出来了。对，哇！冒烟了啊！梅菜扣肉。配面包，大刀肉，对这道菜，我的菜，来一口，这要怎么下口？梅菜扣肉是梅菜扣肉的味儿，面包是面包的味儿。面包上面撒了糖粉，刷了黄油，应该还刷了一层蜜，然后它是甜口的，然后梅菜扣肉就是大家印象中梅菜扣肉的味道，所以甜碰咸。可能它的融合度可以再更好一点。我们现在在朝天门码头，要去7号码头坐船。对，哇，给大家看一下景色，很美，真的很美。你慢一点，他拍你哦。拍我。哦，爸爸慢一点。我们的船啊，走，我们去下面搭船吧。妈妈在后面啊。嗨，你在冲我招手。大家如果来朝天门7号码头坐船的话，一定要看准这个标识，7号在右手边，我们就走错啦。你说船你好。滴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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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，1、2、1，1、2、1，坐船了。我们的船来啦！招手。我们上船啦！上船的团子。我们现在在4层的甲板上，但是因为我们带着小朋友走的比较慢，所以已经没有位子了。如果大家来的话，就提前往上走吧。看一下景还是很美丽的。关键时刻还得我婆婆出手啊！
直接启动超能力，把我们这一大家子全塞进了 VIP， 哈哈，所以瞬间就俩字形容：爽翻！啊，终于可以悠闲的坐下来一下，看一下外头。本来我们前2天还在聊说我们要去看无人机的表演，结果我们在船上就看到了超好的位置。不知不觉就开到洪崖洞啦！从船上看洪崖洞的感觉真的很好，那种哇塞，我真的在重庆的感觉瞬间拉满了。以前看洪崖洞的视频都是人挤人的嘛，但换个视角，从江面上远远的看它，才发现它像一只会发光的超大号猫咪。其实拍完这2天，我一直在想，像我们这样拖家带口回大陆寻亲的家庭，在台湾应该还有很多很多。对于很多台湾朋友来说呢，回大陆可能不只是旅行，更是一种跨越海峡的家族记忆。这一趟重庆同南行对我来说，不只是为了完成老公和婆婆的一个心愿，更让我看到了无论隔着多远的海，那条牵连着血脉的根始终都在。其实不管是台湾的朋友还是海外的华人，我相信大家对于老家这2个字都有一种特殊的情结。我不知道屏幕前的你们有没有过这种跨越山海只为寻亲的经历呢？你的老家在哪儿啊？有没有哪一刻让你特别想回去看看？欢迎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，让我们一起听听那些关于家的答案吧。我是贝拉，下期见，拜拜。